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16期。这几天无意中刷到了一个视频，是欧洲的媒体在90年代初对任天堂公司的访问和采访，其中有一段新闻主管上春雅之的谈话内容。他提到，在日本的游戏售价是根据儿童的平均零花钱水平设定的。于是我又查了一下当时的游戏售价，通常一张新的 FC 卡带售价在5000日元左右，磁碟机游戏会便宜一些，在3000日元左右。如果是拷贝游戏还要更便宜，少部分像之前介绍的银河传承比较贵，属于例外。我在想，如果现在国内做一个儿童零花钱的调查，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水平。下面进入正题，接着来看86年12月份的游戏。亚迪安之杖游戏的开发方阿斯米克早年开发过一些游戏，现在是一家电影公司，发行方是 Sunsoft。这部作品属于一款教育类型的软件，也是磁碟机系统上的首款这类作品。这种类型在各种主机硬件上都是不可缺少的。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孩子，要说服父母给你买一个游戏设备，这样的软件通常就是最好的理由。稍微看一下游戏画面就能发现，它模仿了塞尔达。为了让这款教育软件更像游戏，还设置了和塞尔达类似的故事背景。大致是在一个和平美丽的王国，魔王复活了，占领了城堡，并抓走了国王和公主。主角魔法师进入城堡拯救国王和公主。每来到城堡的一个房间，都需要正确解答算术题，选择画面中正确的数字，然后到 OK 字母的图标位置。如果答对，解谜成功，可以拿取铃铛。每个房间基本上都有怪物，你可以消灭它们，但要记住，做算术题才是王道。消灭这些怪物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按选择键可以进入菜单，在这里有一个商店选项，可以用答题获得的铃铛购买物品和装备，有回血的药品，后面还有些强化能力的装备和武器。菜单里另外一个选项是选择仙女，可以找她购买游戏的提示。因为游戏是磁盘格式，开始时如果选择了磁盘的 B 面，会直接进入题库做算术题。作为教育软件，重点是要学好算术，不能指望它有什么游戏素质。就像你玩一款 H game， 只能带给你爽快的战斗体验，而不能期待它有更多感人的故事。最终 BOSS 大魔王设计的也很抽象，个人评价1颗星。迷之壁，科乐美推出的作品，最早发布在磁碟机系统上，1991年发行了欧版。这是一款打砖块的游戏，这种游戏早在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是最早开始流行的街机游戏之一。后来很多游戏厂商都推出过改良版本。作品设计了一个故事背景，打砖块的挡板实际名为红色战斗机。外星人在塞利姆星球上启动了计算机自毁系统，必须集齐并输入14个关键字母解锁系统。游戏的关卡数很多，分为4大区域，分别是立方体、镜子、管道和最终区域。每个区域又有多个小关卡，关卡总数达到了80关。在传统玩法上，场景里加入了可以移动的敌人，弹球打中敌人会掉落道具，包括加长的挡板，减慢弹球的速度，同时使用多个弹球。还可以发射导弹炸毁砖块，如果击中了画面中的科乐美超人，还能进入跳关程序。每个几关都有一场 BOSS 战， BOSS 种类也有好些花样。最后的 BOSS 是一条大蜈蚣。另外，游戏的主题收集关键字母，这些字母隐藏在不同关卡的场景里。当完成所有关卡后，会出现一个输入密码的画面，关键字母密码是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正好对应游戏发售的圣诞档期。正确输入会显示通关画面和制作人员的名单，如果输入错误会重新开始游戏。这部作品和红白机上另一款泰东发行的打砖块游戏阿卡诺德非常相似，后者的红白机版仅仅比这款游戏晚2周左右推出，而且阿卡诺德街机原版的发行时间是86年的4月份。整体的游戏性还是不错，作为一款休闲作品，放在圣诞节发售正合适。个人评价3颗星。
殖民入侵，也有翻译成机器人对决，由 SoftPro 发行。这家公司做的游戏很少，早年在红白机上开发了几款游戏，再就是80年代的计算机平台的几个作品。虽然我在左侧把这个游戏类型一栏写了 SLG， 但实际上它很难归类。游戏的玩法是通过设置参数定制自己的机器人，这些参数的类型是游戏里已经设计好的，总共有15种，通过给他们分配点数确定自己的机器人特点，包括速度、灵巧、运气、几种攻击方式、行走、跳跃等等。每种参数最多加到10级，也就是10个方格，下方显示总的消耗点数，最多不超过1000点。有几种参数增加等级不消耗点数，这几种更像是一种行动的偏好。画面左上方选择机器人的类型，也就是外形贴图，分配好点数起名字保存，总共可以保存8种不同的机器人。建好自己的机器人后就可以开始对战，电脑在这里面自带了8种预设好的机器人，可以选择和他们对战，也可以自己多制作几个互相对战。开始战斗后，一切就全交给电脑，所有的战斗都是自动进行，玩家能做的就是在旁边观战，直到对战结束。要问这游戏好不好玩，这个问题压根就不适用，因为除了设置参数，剩下的只能看。这部作品有一个特殊功能，是可以导出自己的机器人数据。我估计开发者的设想是，大家买了这个游戏后，朋友们之间用自己设计的角色进行对战。但仅凭这几个预设的参数和简陋的贴图造型，真的找不出乐趣在哪里。不过这种设计理念放在现在还是很合适的。个人评价1颗星。水晶龙由史克威尔发行在磁碟机上的一款文字冒险游戏。为了开发磁碟机的游戏，史克威尔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 Disco Original Group 的团队，简称 DOG。 本作就是这个团队负责的，音乐担当是直松伸夫。由于这款游戏中很多场景都制作了动画，这部分的内容由 Sunrise 协助完成。另外，著名的动画师佐藤源担任角色设计。游戏是一个科幻背景的故事，主人公修受到同学兼女朋友辛西亚的邀请，一起乘坐航天飞机进行太空旅行。正当他们玩得开心的时候，一个名叫水晶龙的神秘生物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辛西亚的航天飞机被毁，修受到严重的撞击。随后，一个自称尤金的女子出现，帮助了修，并开始追踪辛西亚和另一位好朋友尼尔。本作的特点除了刚才提到的动画，另一大特色就是游戏界面。如果只使用方向键的情况下，画面会出现一个类似鼠标的箭头，可以在画面中移动并点击图标查看场景。画面顶部有一排指令图标，共有9个操作指令，结合按键选择图标可以操作，分别是移动、查看、获取、对话、使用、开关、操作、松手和保存加载。这样就可以像在电脑一样进行操控。具体游玩的内容无外乎还是探索解谜、推进故事剧情，最后揭开水晶龙的真面目，找到女主辛西亚。关于游戏，当时还有一个趣闻，德间书店旗下的家庭电脑杂志是当时著名的媒体，设计并刊登了这部作品的一个虚假场景，谎称可以使用作弊手段和女主辛西亚进行一场野球拳，并制作了女主一件件脱掉衣服的虚假截图。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要测试自己杂志的内容是否被其他游戏杂志抄袭，结果这个虚假内容广为流传，让游戏的销量大增。这种故意制作虚假信息的技巧后来也被其他人使用过。说回作品本身，动画和角色的设计在当时看来相当华丽，但大多媒体认为作为文字冒险游戏的故事不佳，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流程也偏短。个人评价2星半。魔钟，艾瑞姆的一部 ARPG 作品。魔钟是日版游戏名，美版名字为死亡塔，美版发行方 Bloodbound。 这也是一部模仿了塞尔达的作品。故事的主角梅尔是一个国家的王子，他要打倒黑暗魔王鲁巴斯。鲁巴斯正准备用魔钟攻占维尔纳王国，梅尔要用圣火焚烧魔钟。
整个游戏的流程，主角首先要击败7座钟楼中的 BOSS， 收集7口魔钟，并用圣火烧毁，最后与鲁巴斯决战。游戏开始时，在鲁巴斯的宫殿外，这里是一座充满怪物的迷宫，画面以斜向下的俯视角呈现，主角可以朝8个方向行走或攻击。他的武器是投掷剑，每次屏幕上只能有1把剑，所以通常都是近距离攻击敌人。初始状态下，主角非常的弱，最基本的杂兵也要攻击很多下才能消灭。通过消灭怪物掉落金钱，显示为带有 L 字母形状的物品，可以在各个商店里购买道具和装备，加强能力。目标的7座钟楼位于主宫殿，但要到达主宫殿还有很长的路，玩家就必须穿越包含10个隐藏地牢的区域，每个地牢都是巨大的迷宫，里面有很多房间，迷宫的入口是隐形的，必须找到特定的房间才能离开。迷宫里设有商店，要在这里花很长的时间收集金钱，购买装备和道具。装备的种类分为武器和防具，武器主要是不同的剑，防具包括了盔甲、盾牌、头盔和手套，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物品也能提升能力。另外，画面上方显示生命值，一开始的最大值为100，可以获得道具提升上限，最高到299。做好充分准备后，就可以攻略钟楼。这部分主要的流程是通过梯子不断向上攀爬，来到 BOSS 房间，消灭 BOSS， 拿到魔钟，集齐7个魔钟并全部烧毁后，初始游戏位置右侧的门就会打开，从这里进入最终区域，找到魔王鲁巴斯，消灭他，游戏通关。作为一部动作角色扮演作品，游戏的平衡性很差，即使后面拿齐了装备，对付普通的杂兵也很麻烦。敌人的运动轨迹让人迷惑，通常都是到处乱跑，角色都缺少不同的攻击手段，主角更是从头到尾攻击都是一个动作，操作也缺乏技巧，十分的单调。装备道具系统和迷宫区域相对做的要好一些，个人评价2颗星。追赶跑跳蹦，这个中文名字翻译真是绝了。游戏原名 Metro Cross， 直译为地铁穿越。最早是1985年南梦宫的街机作品，后来移植到 FC 和几个计算机平台。这是一款标准的跑酷游戏，玩家控制一名叫做跑者的男人，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关卡，同时躲避障碍物并收集饮料罐。总共有32个回合，游戏以横版画面的形式呈现，奔跑过程从左到右自动进行，通过左右方向键可以调整跑步的速度，上下改变方向和跳跃躲避障碍。画面的下方显示剩余的时间和一个白色的进度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关卡，剩余的时间将作为奖励积分。每通过3关后的第4个回合都比较特殊，前3回合剩余的时间将作为本关的额外时间，过关后还会有美女上来祝贺。当然，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游戏会立即结束，主角人物会受到电击。沿途的障碍物包括路障、产生减速效果的滑落区、陷阱接触后会掉落下方的洞中，炸弹会将主角弹到空中，然后仰面落地。来到后面的关卡还有弹跳的巨型轮胎、上下移动的墙壁、移动的方块、造成减速的老鼠、弹跳的棋子等等。如果连续踢中同一个饮料罐会有分数加成，第5次踢中后会有短暂的时间停止效果。游戏的整体氛围轻松，人物失误的动作也很滑稽。简单的游戏规则搭配各种障碍和奖励元素，水准一点也不输给后来智能手机上的同类游戏。个人评价3颗星。金刚2：愤怒的百万拳头，科乐美的一款动作冒险游戏，情节改编自同年日本上映的热门电影《金刚2》。故事是金刚从世贸中心坠落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大约过了10年。后来人们发现另一个金刚体型的雌性大猩猩，安排了对这只雌性猩猩的输血，并且在金刚体内植入了一颗人工心脏。凭借着一颗功能正常的心脏，金刚醒来逃离设施，并试图救出被囚禁的母猩猩。为了展示和电影关联的情节，游戏开头还专门制作了一段开场动画。
玩家控制的主角金刚在俯视角的版面内纵向推进，到了画面的边缘会切换场景。它的攻击方式有3种：用拳头击打、跳跃踩踏和扔石头攻击。踩踏威力很大，但对有些敌人无效。石头攻击的数量限制显示在左下角，角色生命值显示在左上角。拿取道具心脏可以补充生命值，每个10块道具补充5个投掷石头。道具人工心脏和石头枪增加生命值和石头的上限，最高为999生命和99个10块。还有增加投掷攻击力、移动速度、无敌和奖命的道具。科乐美超人在游戏里也有登场，通过获得隐藏的科乐美 logo， 超人就会出现，获得可以补满生命值。游戏共有9个主题场景，有军事基地、丛林、山脉和不同的城市，每个场景都带有迷宫性质。前8个场景里都有 BOSS， 找到 BOSS 的所在地，消灭它获得一把钥匙，然后通往下一个场景的传送门。同一主题的场景里也会有隐藏的传送门，会在此场景内传送。这些场景里的杂兵大多是一些军事单位，也会出现异形生物。前8个场景的 BOSS 基本都是巨型的怪物。集齐8把钥匙后，可以进入第9个主题场景最后的迷宫。这里面对最终 BOSS 机械金刚，一共有18个，列好了队形，一个个击败他们就能救出母猩猩通关。这部作品音画水平都不错，能看出科乐美在这个阶段对红白机的掌握比其他3方厂商要更好，音乐更突出一些，但我总感觉配金刚这个角色显得很违和。把这里的背景音乐换到绿色兵团或者合金装备里应该也很合适。可能是我对这种题材兴趣不大，也对游戏里面巨型怪兽大肆破坏场景这样的冲击力没有什么感觉。个人评价3颗星。马多拉之翼由 Sunsoft 发行的一款动作角色扮演游戏，该作品后来被改编成漫画，2004年还发行了一张音乐专辑。主角露西亚算是 Sunsoft 的人气角色，在日本拥有一批忠实粉丝。故事背景在巴达姆王国，有一座名为马多拉之翼的雕像，它拥有统治世界的力量。雕像被交给了拉梅鲁家族守护，但家族内部出现了叛徒达鲁托斯，他偷走雕像并建造一座恶魔堡垒，想要召唤恶魔征服世界。同为家族成员的魔法女战士露西亚前往阻止达鲁托斯的阴谋，同时要救出王子。游戏采用横向版面的设计，主角露西亚在场景里可以跳跃、蹲下或爬梯子。他的常规武器是用剑攻击，后面获得能力还可以使用魔法攻击，总共有6种魔法。画面上方显示的数字是人物的生命值 HP， 下方显示魔法值 MP。使用魔法攻击消耗 MP， 初始状态下都是1000。随着游戏的推进，可以通过获得物品提升上限，最高可以升到5000。每获得1把剑都会增加攻击力，每获得1双鞋子增加移动和跳跃能力。对应的也有提升魔法攻击的物品，每获得1个，该物品对应魔法的攻击威力会上升。游戏共有16关，大多数的升级物品都在关卡内的一个房间里，这些房间有的位置很明显，有的隐藏的比较深。每关的目标是消灭 BOSS， 拿到水晶球，然后到达指定位置的门过关。过关后会显示人物的强度，包括 HP 和 MP 值，普通攻击力、6种魔法威力和移动力。普通攻击最大4级，也就是4把剑；魔法威力最高升3级，也就是对应3件该类物品。16个关卡场景基本就是地上、地下和城堡3个类型。最终 BOSS 达鲁托斯本来应该是个人，但最后出现时的形象是一个带有翅膀的龙，他会发射火球攻击主角，消灭它就能看到通关画面。早期的日式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在设计时一般都会削弱动作元素，这使得当时本就不多的动作游戏要素更加简化，通常体现为人物动作单一，敌方角色缺乏动作差异，这很容易让游戏变得单调。弱化的部分要靠 RPG 的成长元素来补充，很多厂商在这一块对平衡性都把握不好。这部作品就很典型，普通的杂兵都要反复攻击很多下才能消灭，主角和敌方角色的动作都很快，交战时敌人靠近很难躲开，大部分都是拼血。这种拼血的玩法让难度变得更高，
开始打几个小怪就扛不住了，所以想要通关就得尽量避免战斗。露西亚单调的挥剑动作连续攻击显得有些鬼畜，不过我在试着玩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对着一个敌人拔剑重复动作会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也许这就是女主拥有忠实粉丝的原因吧。游戏评价2星半。深入地下城魔动战记又是一款由史克威尔旗下 DOG 团队推出的游戏，仅发布在磁碟机上，开发方是蜂鸟。这是一个系列作品，共推出了4部，本作是第1部。游戏类型是标准的地牢角色扮演，类似早期电脑端著名的巫术系列，这也是红白机上第1部地下城类型的游戏。这作的故事大致是栖息在多尔城地下深处的魔王复活了，怪物涌入地面，艾特娜公主被绑走，包括强大的剑士卢在内的许多冒险者都进入地下进行冒险，但无一人返回，因此主角剑士拉尔被要求拯救艾特娜公主并打败魔王。随着主角拉尔在地下城的探索深入，发现之前前往地下城的剑士卢取代了魔王，成了所有怪物的最高统治者。游戏的玩法就是早期地下城游戏的基本内容，在一个 3D 的地下场景迷宫，主角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探索，人物的状态和操作指令显示在画面的右侧。 AP 代表攻击力， AC 是防御力， HP 是生命值。御敌后的战斗是回合制，消灭怪物获得经验值和金钱，积累经验可以提升等级，人物属性也相应成长。金钱可以在商店购买物品，除了购买升级的装备，商店里还有回复道具和可以释放的魔法咒语，价格都很贵。地牢一共有8层，通过的方法是找到相应物品来打开新的道路，每层都是一个32×32的正方形，偶尔会遇到可以交谈的人物，攻击这些人物也可以获得经验值。这部地下城作品水平很一般，缺少创意，红白机上展现的画面效果很简陋，场景设计也没有什么亮点。游戏就是遵循最常规的打怪升级、换装备、找到物品、前进。个人评价2颗星。光神话帕路蒂娜致敬。任天堂研发1部和东星软件共同开发的一款游戏，首发是磁碟机版，之后陆续推出美版和欧版卡带。1991年在 Game Boy 上还发布了续作。主角比特的形象深入人心，后来也作为全明星大乱斗的角色登场。游戏类型主要是平台动作类，但也结合了其他类型的玩法。背景设定在一个以希腊神话为主题的奇幻天使世界。起初，地球由光明女神帕鲁蒂娜和黑暗女神美杜莎统治。美杜莎憎恨人类，她联合冥界的怪物占领了天空之殿，偷走3件圣物劲盾、光之剑和天马之翼。帕鲁蒂娜也被囚禁在天空宫殿的深处，她用最后的力量将弓箭送给了年轻的天使比特。射击弓箭就是主角的常规武器，消灭敌人会掉落大小不同的爱心，收集的爱心相当于金钱，用于购买物品和强化道具。在场景里推进的过程中，沿路会有很多可以进入的房间，这些房间有好几种类型，商店和黑市可以用收集的爱心购买物品，宝藏房间里打碎带有问号的罐子获得物品，巢穴房间消灭敌人获得大量的爱心，温泉可以恢复血量，训练室房间中如果通过耐力测试也能获得物品。游戏里包含了一些角色成长的元素，生命值初始时只有1格，可以通过道具提升。另外，火焰剑增加攻击威力，圣弓增加射程和速度，守护水晶在身体周围提供保护屏障。游戏分成4大主题世界，分别是冥界、人界、天界和天空之殿。前3个世界每个分成4关，都是3个平台区域关卡加一个要塞。平台区域可以垂直或水平滚动，由常规的敌人和不同的房间组成。要塞关卡由多个固定画面的房间组成迷宫，在这里可以用锤子道具救出被美杜莎石化的同伴，他们会帮助比特一起对付本关的 BOSS。 击败 BOSS 后获得3个神圣宝物之一，通过前3个世界集齐劲盾、光之剑和飞马之翼3件圣宝，来到最后的天空之殿。
穿上圣物作为装备，找到最终 BOSS 美杜莎，击败他通关。这部作品的神话主题很吸引人，在这个主题框架下的场景和角色设计都很细致，敌人的攻击有很多花样，音乐也是花了大功夫，后来作为经典原声被收录到几个合集里。动作游戏的元素不错，但结合上角色成长，平衡性差，开始时难度非常高，到后面随着角色成长，难度反而略有降低。整体评价3星半。骑士物语这款游戏最早1984年在几个计算机平台发布，由一家名为阿什比电脑与图形的英国公司开发。在电脑端，这是一个名为萨布雷曼的系列作品，总共3部，该作是系列的第3部，移植到红白机上只发行了磁盘版，东星软件负责移植开发，捷利可发行。这部作品最有特点的是它的等距图形，虽然这种方式后来的游戏里很常见，但在当时还算很独特的技术。主角就是系列的名字萨布雷曼，他原本是一个士兵，在回家的路上意外迷路，遇到狼人并受到诅咒。此后每个夜晚，萨布雷曼都会变成狼人。为了解除诅咒，他前往夜吼城堡找一位老巫师帮忙。画面的右下方显示时间天数，要在80天内收集指定的10种道具，把它带到老巫师那里调制解药。右下方太阳和月亮代表白天和夜晚轮流交替，到了晚上就会变成狼人。整个游戏场景由很多区域组成，每个区域都是固定不可滚动的，在这里面要躲避各种陷阱，还会遇到一些敌人，有些敌人只有当主角变成狼人时才会攻击。每次收集完10个道具交给老巫师，这轮就算通过。继续游戏时会进入新的一批区域，画面下方的场景编号也会随之改变。再次寻找10件道具，80天的时间重置，通过8轮后游戏即可通关。据说当年作为电脑游戏的3部曲系列在英国非常的火爆，不过放到红白机上现在看来没什么亮点，移植的画面音效没有优势，游戏性也很一般，个人评价2颗星。女超人雷拉又是一款有着精致封面女主的游戏，而且还是2个，由 DBSoft 开发发行，游戏类型是横版动作射击类。主角雷拉是地球殖民地阿斯特里亚特种部队的一员，他与搭档爱丽丝一起执行任务，摧毁邪恶科学家内尔科夫·马尼特卡博士制造的基因改造装置，并前往他的基地类固醇。在途中，爱丽丝被博士绑架，为了救出他，共同完成任务，雷拉前往宇宙要塞的深处，那里潜伏着无数博士创造出来的怪物。主角的生命值显示为画面上方的红色血条，初始武器是一把手枪，消灭敌人有时候会掉落回血道具，场景里有很多绿色的箱子，打开可以获得机枪、手榴弹、火箭筒和激光刀等不同的武器，按下暂停键可以更换武器。这些后来获得的武器都有弹药数量，手枪的威力也可以通过获得道具加强，还有加速的鞋子。另外，问号道具产生特殊的效果，包括略微恢复生命值、获得积分，本身也可以作为特殊的武器使用。场景里的有些石块可以破坏，有时候拿道具和开路都需要清除石块。一共有8个关卡，每关又分成2个部分。第一部分在行星表面，大部分是生物类的敌人；第二部分在基地内，大部分是机械类敌人。不同的部分乘坐电梯切换，每个关卡末尾都有 BOSS 战。过关后进入奖励阶段，这里主角驾驶飞空摩托射击敌人，连续消灭敌人能累积更多分数。在第5关可以救出同伴爱丽丝，后面的关卡2个人一起行动。最终 BOSS 是博士制造出来的一只机械龙，消灭机械龙后博士会逃走，游戏通关。这部作品的武器系统还算不错，不同的武器特点都很鲜明，如果能使用得当，同时注意场景中的陷阱，通关不算很难。敌人掉落回血道具也让主角不容易挂掉。游戏的操作手感很一般，不同关卡的场景设计重复感很强，个人评价3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还请3连支持。咱们下期再见。